你知道找老婆要避开哪几种女人吗？有一个40岁的离异男士啊，再婚之后过得非常幸福啊。那他呢给我分享了几点他是怎么找老婆的。他说呀，根据他的经验啊，一定要避开以下这几种女人，基本上就不会在婚姻问题上踩坑了。第一点，要看一个女人啊能不能跟你同甘共苦，这个非常重要。他的前妻就是在他事业失败的时候啊跟他离婚的，还分走了他的房子、存款和孩子，事业走到了低谷的男人，这个时候还要去面对这种女人，给他的人生啊雪上加霜，伤口上再撒一把盐，谁受得了啊？他说其实判断这一点啊并不难，你只需要跟这种女人说，哎呀，我可能快失业了啊，我可能要破产了，我再也给不了更多的钱给你花了。如果是一个把物质看得特别重要的女人呢，这个时候啊她不会继续在你这里耗她的时间的，她可能一天都受不了。所以这种物质女人是真的不能要的。第二种呢，就是性格太作的女人，心里想什么啊永远不会跟男人去沟通的啊，总是让你猜。谁天天没事琢磨她脑子里想什么呀，一吵架就跟你提分手啊，这种女人啊结婚以后就动不动会拿离婚来威胁你。男人要不断的用挽留啊来证明对她的爱，不管对还是错啊，只要是吵架了，永远都是男人来哄她，不哄就说你不爱她，你要是不哄啊不挽留啊，她就不肯罢休，然后啊把男人的这个耐心啊都磨光光啊，最后你们的感情啊也就磨完了。第三种女人就是情绪不稳定的女人，这种女人特别可怕啊，她非常情绪化啊，一句话不对啊，上来马上就提高嗓门，拉开跟你吵架的阵势。在她的认知里，男人就得顾着她，顺着她，让着她，那才叫男人呢，那才叫爱她呢。如果娶了这样的女人啊，那必定是2天一小吵，3天一大吵。如果有了孩子，这个日子还怎么过呢？你们说是吧？第4种啊，巨婴女人，就是我们常说的啊妈宝女、公主病。现在太多这样的女人了，哪怕走到了40岁啊，她还要回家跟父母撒个娇呢。跟男人相处呢，你什么都得照顾他啊，他在家里啊只负责貌美如花，你必须负责赚钱养家，你还得会干家务，会哄他。一个男人娶了她呀，就娶了个祖宗回家，那没辙呀，谁叫你娶了他呢？那你就得伺候他。人家说了，我是女人得给你生孩子呀，你不就得付出一切吗？看看我爸妈是怎么对我的，你就应该怎么对我，那才是对的。所以啊，看一个女人适不适合结婚啊，就看这几点啊，一个不物质的，能跟你同甘共苦的女人，一个能接受你的缺点，包容你错误的女人，一个能给你温暖和理解，能把家里啊营造的甜蜜温馨的女人，一个愿意和你携手共进白头到老的女人，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你们说对吗？来，星星亮一个啊。最近有一位男生居然跟我说现在最省钱的方式就是不追女生，不谈恋爱，甚至不结婚不生子。他说自己今年31岁了也有个20多万的存款，这都是3年来不谈恋爱省下来的。以前他每相一次亲都挺大方的，吃饭看电影买礼物从不吝啬，约一次会呢花上千的钱还是很平常的事儿。谈3个月花好几万，后来他发现姑娘们花他的钱花的挺理所当然的，人家1分钱都不掏，这恋爱呢谈的是不温不火的最后呢还不一定能谈得成，花了钱了人还没追到竹篮打水一场空何必呢？所以说呢，没钱就别谈恋爱，谈不起。就我那3瓜2枣的根本不够人家造的。有一回呢，他认识了一个还在上大学的小姑娘，本以为这个姑娘年龄小，也没有什么经历没经历过什么事儿，估计呢挺单纯的，也不物质。结果接触没有多久这姑娘就开始问他要钱了还让他请吃大餐买名牌的衣服包包不给他花点钱人家就说他没诚意不给他买东西呢就说他想白嫖，每次见面都要买东西这谁扛得住他说现在追一个女生见一次面最少都得花500-600吧，那见好几次不得花好几千吗？各种节日生日还要让我给他们买礼物送红包。如果这个钱他花了，对方能给他个积极主动的反馈，那这钱花的也值了，最起码还能看到点希望嘛。主要的是他追一个矜持，追一个慢热，追一个不合适，这不就等于在告诉他还要继续往里边砸钱吗？但是还不知道最后有没有戏，对吧？所以他说现在他不想当这个大冤种了爱谁谁。男生女生们怎么看这件事的呢？咱们到评论区聊一聊吧。大龄的女生真的她们是有诸多的无奈的，虽然这么说有点扎心，但是我句句都是实话。
今天跟一个36岁的女生沟通，她呢1.68米的身高啊，海归硕士学历，年薪50多万。她呢说实话长得确实挺一般的，但是她从头到尾讲的话啊就非常自信，但是她又很无奈。她说姐啊，我看了你很多视频，觉得你说的很多情况啊都是事实，只不过我这个年纪的女生可能我们不太容易接受啊，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啊，年龄大了这么一点点就这么难被接受了吗？我们大部分也都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优秀啊，才把自己给耽误了的。今天我鼓足了勇气啊，和你讲一讲我的心情。她说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就已经27、28了啊，那会儿呢怕耽误学业嘛，就不太上心谈恋爱，感觉呢还是要先打拼事业的。当我事业有成了以后呢，一定能找一个更好的优秀的男生的。结果呢没有想到啊，一旦打拼事业啊，就又考这个呀，又考那个呀，考完了之后呢，就到31、2岁了。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我应该找一个对象成家了。可是这时候我发现啊，事实真的很扎心。这时候很多的男生啊，他都已经不选择我这个年龄段的了。不管你有多优秀，人家都不感兴趣。就算那些我没怎么看上的，人家都嫌我年龄大。虽然人家表面上没有说，但是呢，我能看得出来啊，也能感觉得出来。所以说呢，我们到了这个年龄呢，想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你比如说啊，也就是男生1.75米以上啊，大自己5岁以内啊，本科以上学历，年薪比我低一点都行，有个30、40万就行。我感觉这个要求也不夸张，最多呢就是要求有个房子，家里呢在北京呢给我买了房的，而且呢还是全款的。然后呢有个代步的车就行，这些已经是我再三思量之后啊降低了的要求。怎么还是这么难找呢？我给他分析了一下啊，实际上他的要求啊哪一条都不过分，但是你把这所有的条条框框放到一个男生身上的时候，但凡这个男生他能满足所有的要求，他的条件已经算不错了，他就会对女生在年龄上有要求。就有很多大龄的人啊来到相亲市场啊，他们都会告诉我们说自己是因为什么什么啊很合理的原因造成了现在年龄大的结果。我说实话，其实根本就没有人会关心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啊单到现在的。大家呢只关心啊你现在已经到了什么年龄了，担心你的生育价值了啊。条件好的男生啊已经不会考虑这个年龄段的女生了，甚至呢很多大龄的女生家长也会说，哎呀我们要找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我们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但是啊我真的很想提醒他，你可能不知道啊，咱们现在的这个年龄啊，女生其实基本上已经没有选择权了，选择权基本上在男生手里，我们已经没有什么主动权了。如果说啊，但凡我们看上了这个男生，往往人家就有很多的选择，不一定就会选你。你呀，换位思考一下就明白了。如果你现在是一个男生，在北京有房有车，经济条件还不错，那30出头的年纪，你自己愿意找一个30多岁的女生吗？你自己可能啊也不会愿意的。那这个道理就很简单，就是己所不欲啊，勿施于人。你换位思考之后啊，感觉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咱啊也去强求不了别人的。35、6岁的女生，如果你还想结婚的话啊，那还是可以挽救的。当然如果你说你对婚姻不积极，而且呢你也特别挑剔，那这样的话呢，我还是劝你放弃了啊，基本上你找不到理想型的。但是如果你能够降低要求，并且呢你也积极主动，那就再努力一把，还是有希望的。所以我发现有很多的大龄女生啊，尤其呢是学历高的那一类大龄女生，她们真的很无奈，我其实真的能理解她们，你们觉得呢？我想给大家说一说啊，怎么正确的去相亲。就有些女生啊，对于相亲她真的是有极大的误解的啊，整个认知真的是错的。首先第一点啊，相亲呢不是来找感觉的，是两个人都看对了眼了啊，都往一个方向去努力，而不是说相亲是给男生提供一个认识你、追求你的机会，然后呢还要跑一遍恋爱流程啊。相亲的目的是为了结婚，而不是让他去讨你欢心、追你，然后谈恋爱啊。这个不是正确的相亲规则。很多的女生啊就觉得相亲，你不得追我一下吗？你不是相中我了吗？就不应该追一追吗？然后你们建立感情、培养感情这个过程当中，看彼此合不合适，如果合适的话，就会往下一步的关系去推进，对吧？去确定关系，去结婚。所以啊，姑娘们别太矫情了啊，别觉得就是我过来就是给你一个追我的机会，还真的不是。如果你非要给他增加难度的话，这个男生肯定就下一个了。然后第二点，相亲不用一面定生死，尽量给对方一点机会
啊，那么在这个中间的话，我们排除一些极端的案例，比如说啊，这个男生是个奇葩，上来就动手动脚的，或者说呢推销产品什么的等等这些。那除了这些奇葩的相亲男之外呢，比如说啊，有一些可能不能忍受的小细节上的问题啊，让你不舒服啊，或者第一印象比较差呀，或者说话呢不太投机啊。然后呢，男生呢哪句话没说到你心坎上啊，哪句话踩到你的雷啦，或者说两个人聊着聊着就相互输出价值观了啊，开始掰扯起来了。甚至是上升到了三观问题了啊，那然后呢，你觉得这个人就可以 pass 了，这种呢就是下判断太早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啊，第一印象它确实很重要，但是它并不绝对啊。很多男生真的是啊，他没有被培训过啊，他真的不知道怎么聊天，因为他首先不了解你，你们呢是陌生的朋友，想第一面就留个好印象特别难。你想第一印象就能有一个特别好的啊，能够出现一个灵魂伴侣，那这个概率实在太小了呀。要知道这个感情的培养，它是一个过程，就没有那种天生对这个相亲第一次见面就拿捏得特别好的人。第一次见面的意义就是互相了解，为了促进第二次见面。所以呢，大家不要太关注那些小细节啊。如果整体上你觉得这个人人格上啊、性格上啊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条件呢也合适，能够继续见面，那你最起码要给这个男生几次机会的。那么有些女生其实真的是很苛刻的，她觉得见第一面这个男生没有感觉，她就不会再见了。说实话哈，如果这样的相亲的话不是说不给男生机会，你是在不给自己机会，明白吗？你真的是亲手在断送自己多次的姻缘。第三点就是多给男生一些正向的反馈。如果说你相中了这个人的话你千万不要哎呀我纹丝不动，我等着男生完全主动，等他来追我，千万不要你要给男生一点信息，就是说你觉得他也不错你愿意以结婚为前提呢跟他继续交往的。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男生呢前期送你一个礼物或者说呢他精心的去安排你们的约会去非常高档的餐厅，你呢也要懂得回馈的，时不时呢主动给男生发个信息主动去约男生也给男生准备一个小的贴心礼物对吧？那完了呢，你再给男生一点信心嘛那我想说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就是来到相亲市场的男生，如果你看上了他的条件，那么这个男生他对于追女生沟通方面他肯定是欠缺的，不然他这种条件他早就结婚了，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相亲当中这种条件好的男生他其实要求是特别高的，就是因为他不懂女生就是他不知道怎么跟女生聊天就条件也不错的女生也有流入到相亲市场的他们可能也是因为社交圈太小呀真的不太懂怎么跟男生相处有一个女生就这样她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跟男生相处整个就是在靠幻想靠电视剧里的情节靠那些毒鸡汤的支撑，这个太吓人了没有男生说话能说到你的心坎里他做事能做到你的心坎里的，他也不是你肚子里的虫有那么了解你吗？那这种类型的小公主真的你要提升一下情感方面的认知。对于相亲有任何问题的，比如说相亲怎么穿、怎么聊、怎么选约会的地方、怎么推进关系，我可以来教大家如何高效的去相亲，而不是无效的去相亲，太浪费时间了。按照你们那个相亲方式你就相100个都找不到老公，明白吗？恐怕未来真的是要变天了不久的将来，咱们女人可能真的要面临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竞争对手了。不知道咱们听说了没有最近马斯克呢在一次采访中说，他准备用人工智能的技术生成大量的仿真女性机器人美女。这个消息不知道会不会把那帮大老爷们给乐坏了听说那些机器人智商比人还要高，女人能做的他都能做，有思想有感情还会做家务做饭，陪吃陪喝还能陪唠嗑，功能齐全到你不可思议。它还可以用高新技术为你传宗接代的，总之只有你想不到的。所以这么优秀的美女机器人，它还不要彩礼，不要房子，不要车，不要化妆品，也不要包包转账也不用美容美体，永远都是你第一眼看到它那个样子，身材永远不会走样的你还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随意转换不同性格模式。女人该有的优点呢，她全都有，缺点呢就是太完美了。有了她呀，谁还会花钱娶媳妇呢？啥都能干，又听话又懂你，情商还高，基本上她能满足大部分男人对女性的个性需求。已婚的男人呢，可以用她做养眼的保姆，而未婚的男人呢，完全可以用她当老婆。
你没房没车没存款，他也不会嫌弃你啊。你生病了，他一样能把你照顾得很好。你的事业不成了，他也不会嫌弃你离开你啊，他不会让你生气，更不会跟你吵架，会帮你带小孩照顾老人。据说很快就要上市了啊。他的身高是1.73米左右啊，体重56公斤，太完美了，走路和正常人是一样的，完全可以陪你逛街，参与各种社交活动。到那个时候，我估计我也得与时俱进了啊，得增加一项新业务了，介绍机器人对象。大家是不是很期待呢？其实我这里有一组数据啊，据今年7月份全国离婚率统计啊，北京的离婚率呢是39%，上海呢是38%，广州、深圳离婚率是36%，80%以上的离婚都是女性提出来的。全国各省目前的彩礼排名，不含房和车啊，江西最高38万，福建30万，浙江25万，江苏20万，辽宁20万，上海8万，山东7万，安徽16万，天津16，河北15万，湖北15万，重庆14万，甘肃的13万，山西13万。要是再加上房和车啊，这些钱恐怕没有一个100-200万啊，这个婚你是结不下来的。所以我估计你现在一定在想，那要是有那些钱，我还不如买他10个8个机器人女友呢，不同类型还不会争风吃醋啊，它不香吗？所以啊，我也很好奇啊，我想问问大家，你们会支持机器人伴侣的普及吗？有好多的女生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莫名其妙的被捧杀了的。什么意思呢？就像一个人他中了一次彩票，他就觉得自己啊一定一直都能中彩票，这太可笑了啊！之前我这里啊有一个93年的女生啊来我这儿找对象嘛，啊，她学历呢还挺好的啊，是个硕士啊，身材呢也不错，有1.68米的身高，但是啊短板也不少。首先虽然是身材比较好，但是呢她脸长得不好看啊，皮肤也比较黑，总之呢不在大众的审美线上，而且呢她家境也很一般的外地普通农村家庭的孩子。可是他自己却非常的自信啊，让我们必须给他介绍富二代或者创一代，还得长得帅啊，最好是北京本地的。他说自己的前男友就是富二代，而且长得还帅，学历也高，谈了2年分手。我问他是啥时候谈的，他说是在大2的时候谈的，一出校园就分手了，说男生家里边啊不同意他俩交往。我一看啊，他那个学校是个理工大学，而且他学的还是 IT 啊，那我就明白了嘛，这个姑娘啊就她的长相啊，可能在农村这个小范围里边呢，还是比较出众的。就这么着啊，长大之后呢，她又上了一个男多女少的大学，男同学啊，追求她的必然就多嘛。啊，现在呢，她还做着一个 IT 方面的工作啊，又是男多女少的行业。总之呢，身边的男生啊，她都看不上啊，觉得太普通了。还有比她年纪小的男生追求她，她都不同意。所以呢，她自己认为自己真的是太出众了啊，所以她的志向啊，就是自己不能嫁给那些平庸之辈的，一定要实现财富的飞跃。所以我看她是莫名其妙的就被捧杀了嘛，她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啊，要把她放在美女堆儿里啊，那真的是啊，啥也不是。要放在高学历的堆儿里呢，那也再普通不过了。在北京吧，满大街都是硕士啊，要论家境呢，那就更没有什么亮点了。甚至对于优质男人来讲啊，可能还有点减分。工作和收入就是普普通通的吧，所以啊，刚开始啊，我真的不知道是谁给他的自信啊，要找这么好的条件的男生。后来我明白了，还是没有自知之明啊，还是没有被现实打压过呀。于是我就劝他啊，尽量降低一点要求，找个各方面比自己条件好点的男生就得了。人家死活不同意啊，要跟我杠，非要那样找。后来啊，我给他介绍了几位啊，他认为很满意的男士，都是见了第一面就再也没有第二面了。好几个男士连微信都不跟他加。这姑娘在后来就问我嘛，她说为什么在生活中她能遇到条件好的男生追求她，可是呢来相亲了反而这样条件的人看不上她了。我很明确的告诉她啊，你不知道啊，在男人的世界里谈恋爱和找老婆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你懂了吗？现在的年轻人找对象啊，真的是谁也看不上谁啊，谁也不服谁啊，都觉得自己呢是 No.1 啊。他们各自对对方的要求还很多，彼此还不能达成共识啊！你们就看啊，现在的单身男女啊，真的满地都是，但是怎么还有那么多人单着呢？他们是真的找不到吗？真的不是，主要的问题是现在的男女啊，想法很对立，好多的问题根本聊不到一块去，还三观相合呢。我看他们三观都不住在一个星球上啊！你比如说啊，男生啊，现在他不愿意追求女生，因为追求就代表着要请客、要吃饭、要送礼、要发红包、要转账，还要跪舔、要讨好。
大家都是爹生娘养的，都是父母疼大的，凭什么我就得那么惯着你啊？而且现在追求女生的成本也很高啊！现在男生都会算账了啊！如果追一个女生需要3个月，平均1个月要花1万块钱的话，那就是3万了，1年下来啊，10几20万，没准啊最后都没戏啊！那这些钱不是都打水漂了吗？所以说啊，男生为了降低他的损失啊，他只会越花越少，甚至他不花了。这个就是为啥啊，男生现在谈恋爱啊变抠了。他们说啊，能处就处啊，不能处就拉倒了。反正啊，我这辈子只给3个人花钱，我妈、我老婆和我女儿。这话真的没毛病。如今追女生啊，都变成了一场风险极大的投资，可能亏得一塌糊涂。总有一些倒霉的男人啊，他约了很多女人，最后都没成。可是呢，约会、见面、吃饭、送礼这些钱，全部都是他在承担呀。那你们说这种亏本的买卖，还有谁愿意干呢？但是女生的想法啊，可就不一样了啊！女生想的是，你追求我的时候啊，不得拿点诚意出来吗？我不需要你那些虚情假意的嘘寒问暖早安晚安的，那都是渣男。我也不需要你给我画大饼嘴上说的再好听，也不如你拿点实际行动出来。如果刚认识你的时候你都那么小气，那以后结了婚，那是不是更抠门啊？这种小气的男人，我别说跟你结婚了，就连跟你谈恋爱的机会我都不给。舍不得给我花钱的男人，那说明他不爱我。那我还跟他交往什么呀？对吧？说白了啊，就是得给他们花钱才行得通。还有吧，2个人刚认识的时候啊，女生总是想啊，咱能不能多聊聊天啊，找找感觉，再出来见面吧。这天都还没有聊好啊，见什么面呀？那男人想的可不是啊，男人觉得那面都不见，还聊什么天呀？哪有那么多天好聊啊？聊啥呀？还有啊，关于那件事情啊，女生想的是，你啥都还没有对我付出你还想碰我啊？想白嫖啊？没门儿！就算你付出了一点，那我也得看你诚意有没有到位。就女生她有一种纯属是交易的感觉了。但是男生想的是我饭我也请你吃了礼物我也给你买了，转账你也收了，怎么碰一下都不行啊？总之我真的见过那种花了不少钱，最后连女生的手都没碰到一下的男生。最后女生都说不合适所以呢，现在基本上没有男生愿意去追女生了。大家都应该知道爱情其实它是双向奔赴的，互相看得上就接触，看不上就拉倒。你别用那些慢热、仪式感、什么礼物这些东西为理由，让男生一味的去为你付出，这个真的不叫爱，这个只是在索取嘛。你们到底弄明白了没有呢？觉得我说的对了给个小心心再走这送出去的东西还有要回来的道理吗？现在呢，这样的事情还真的是越来越多了特别是那些相亲认识的男男女女。恋爱推进不下去了，或者呢是分手了男生呢就会想着办法把花出去的钱，或者是呢给女生买的一些贵重物品他要回来。这样做到底好不好呢？最近呢有一位相亲谈了3个月的女生她觉得彼此不太合适了，就跟男生提出来了，就不想接触了嘛。结果呢这个男生第2天就给她发来了一条消息居然是这3个月以来请女孩去那些高档餐厅吃饭花的钱，还有呢给女孩买名牌包包花的钱和520转的账。前后呢也花了好几万了男生说，既然你都不知道合不合适干嘛要花我的钱买这买那呢还接受我的礼物，我又不是上辈子欠了你的，要是觉得咱们不合适，那你花我的钱是不是也不太合适所以哪天你方便了，把这些钱还给我吧。结果搞得这个女生一个晚上都没睡着觉，她觉得很恶心就这么着，这个女孩就觉得委屈就跟我诉苦嘛，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做人做事这么掉价的男人，送出去的东西还有往回要就连分手都要恶心你一下，你知道吗？他送的东西又不是什么特别贵重的，也就千把块钱的化妆品最贵的也就是一个1万多的包我当时就给他转了2万块钱，然后呢我立马就把他拉黑了。这种男人我永远也不想再联系，连一点退路我都不想给他留他说也很感谢他有这样的一个举动还好分手了，要是以后结了婚还不知道他有多计较呢，这种日子谁想过？这种男人就是寒酸，送礼物本身就应该是不求回报的表现，不是吗？都说分手见人品，我觉得最屌丝的行为就是这种送出去东西还要往回要的，真的是绝绝子没有之一了。难怪他是找不到女朋友的，真的是活该。听到这儿男生们是啥感觉呢？来，咱们到评论区聊聊这个事儿呢。我有车有房能赚钱，我还要男人干什么呢？但凡说这话的人我一听你说这话我就知道你的认知实在是太肤浅了。照你们的这个说法这个意思就是你要找个男人要个婚姻，就是因为你什么都没有没房没车没钱，所以呢你才要一个男人来供养你，是吗？
你要老公是因为你吃不起饭了吗？住不起房，开不起车，所以你才要个老公吗？我告诉你啊，真正硬气的女人呐，根本不会像你们这样说。他们会说，我有车有房有钱，我什么都不缺，我也要男人，我也要婚姻。我们要男人要老公，是因为我们什么都不差呀。我不会因为他有钱而嫁给他，我也不会因为他有房有车而嫁给他。我告诉你啊，我比他还有钱，我开的车比他还好，我住的房比他还大，我只是因为我爱他而嫁给他。如果有一天他没钱了没事业了，我会硬气的说，没事的老公，钱没有了咱可以再挣，你没有了我还有。我能硬气的跟他站在一起，捍卫我们的婚姻和爱情，而不是为了几斗米而折腰，我去选择一个男人，选择一个婚姻，对吗？大家说呢？